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，各位面粉们，这几天过得如何呢？是不是有点心慌呀？比特币你在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，各位面粉们，这几天过得如何呢？是不是有点心慌呀？比特币这都一直弱势了好多天了，很多观众们可能都快扛不住要割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忘了说了，出大事儿了。今天咱们节目前半部分来讲养老金拉清单的事儿啊，那这个事儿可恐怖了。节目后半段呢，我会来讲一讲。高兴上来了，他非得要站到我的肩膀上，不让他上来，他就会尖叫，太粘人了。节目的后半段呢，面具人我会讲讲，我认为呀，这个加密货币市场要到头了，下跌到头了啊，不是说这个市场要完了。为啥呢？别抢我的话。为啥呢？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。说不定呢还能让你赚点钱呢。那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否则呢收不到面具人最及时的消息，没赚到钱，后悔了可别怪我啊。那顺便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，比如 Facebook、Twitter 之类的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E 机械类的蛋，以及$500直接转账的大奖哦。OK， 咱们来讲正题啊。这个是和各位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的非常重要的话题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养老金传来坏消息，这2类人没办法领钱，领了还得还回去。那这个事儿可不得了呀。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，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%。在我国的社保系统中，不仅仅是参加医保的老百姓多，参加养老保险的人也不在少数。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，可以得知，截止2021年，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已经高达10亿人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一小部分人还没有参与。对，数十亿人都已经参加社保了啊，已经是10亿以上的人都买过社保，交过钱了。然而呢，中国的社保养老金还出现了亏空，目前呢已经无法维持了，并且呢，因为这个养老金现在很难维持了，以后国家早就出台政策了，说要延迟退休，要增加社保养老金的缴费基数，这个你们都是已经知道的嘛。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了，这么多人，10来亿人交的这么多的钱都到哪儿去了？这些人都还没开始领养老金呢，相当大一部分人还都是在职正在产生劳动力价值的工人呢。这些人交的钱就这么都没了，钱呢哪儿去了？现在还要追缴回养老金，国家列出了2种人要缴回养老金啊。我党在这块的文字艺术是很强的，大家来看啊，来看这张图。如果说想要在退休之后领取养老金，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在到达退休年龄之前，先缴够15年的社会保险，并且呢，缴纳的渠道要是正规渠道，不可以通过一些违规的方式去领取自己的养老金。更加不允许出现违规代领的现象，一旦有以上的情况发生，那么相关部门就会停止发放福利。如果出现有人违规领取的情况，就要将以前领取的所有金额归还给国家，并且呢，还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我们都知道养老金顾名思义，老年人才领的。很多老年人因为年老体衰、一身病、行动不便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是让自己的亲属朋友帮自己领养老金，这种人大有人在。那我问你们，这类算不算违规？是不是要追回？还有呢，之前没有交够15年的，等于说以后都领不了，那等于说前面14年也白交了。这个门槛呀，真的是很恶心，一旦踏进去了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要交就缴够15年，要么呢你就1年都别交，否则呢你交个3年5年，中途不交了也就报废了，拜拜了，完蛋了，钱没有了，对吧？好，大家再来看这句话啊，通过不正规的手段领取养老金的，全部都要缴回。面具人我就想问一下，什么是不正规？这个不正规的范围有多大？
现在党没说这个不正规的范围有多大，总之呢，这个概念很笼统、很宽泛，并且呢，我党还可以给你列举出很多条条框框，让你不正规，对不对？反正共产党一党独大，坚决维护党的领导，党说啥就是啥，党说你不正规，你就是不正规，党要把你的钱拿走，你就得把钱交上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还给出了一个选项，就是当事人去世就不能再领了，领了以后也要追回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地方啊，老年人去世了是可以再多领半年、1年的养老金作为丧葬费的。根据地方不同，时间不一样，有的是领半年，有的是领1年，有的是领几个月。那现在这一块也等于说没有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进城打工之后不和单位说明情况，继续让单位缴纳职工保险的，也不能再领养老金，领了也得追回。那这个概念就比较笼统了，可以理解为是对私营企业不利。私营企业的保险和国有企业的保险是冲突的啊。如果你去私有企业去干活了，你的这个养老保险稳不稳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你国有单位的这些养老保险全部都要给你清空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单就这个公告啊，我大概能理解出来，共产党还是以打击私有企业啊，推广自己的国有企业为主啊，顺便渗透到这个社保宣传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个公告最后的总结就是，情节严重的要法律制裁，要刑事处罚。大家来想一个逻辑啊，我自己掏钱交的社保，然后呢，我要领回来的时候，你就给我定制各种的条条框框不让我领。那你当初为啥要让我交啊？你让我交的时候也是啊，逼得我不得不交。我要买房，孩子要上学啊，要工作就必须得交，交了以后我还领不回来，这成啥了？这不成抢了吗？各位呀，你们以后在中国的后半生可以想象，就这种情况，你自己交的钱要领的时候还这不让那不让的，那你就只能是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，然后呢再被延迟退休，然后呢再被提高每个月交养老金的基数，然后呢再吸毒空气吃地沟油，这好不容易熬了大半辈子了，到了该退休的时候再给你延迟个10年，延迟到70岁退休，然后呢你就算退休了，你以后领退休金养老金这个钱也是被限制的死死的，然后呢你还因为吃不好工作劳累搞得一身病，最后呢退休了以后也没活几年，病也看不起，就痛苦的死去了。然后呢你自己的孩子还会再重复这一痛苦的循环，你自己的孙子，你自己的孙子的孙子的孩子还会这样一直的痛苦的循环下去。因为人家习近平都说了嘛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，党的领导世代永存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们，在墙内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让你们在国内为党无私奉献啊，被这种条条框框法律约束的死死的，自己的钱还自己不能花，还配合数字人民币，让你这不能干那不能干。那我问你们，华春莹、胡锡进、习近平、杨洁篪他们的孩子可都在美国呀，你呢？你就只能在墙内的，你就只能在墙内被洗脑爱国，在墙内痛苦的度过没有意义的可悲的一生。如果说你不想这样可悲的活着，让自己的下一代、下一代、下下一代都像你一样可悲的活着，那就努力的赚钱，攒够钱，找好路子出国吧，结束这个痛苦的循环吧。那说到了赚钱了，我们可以来看看加密货币最近的走势啊。澳洲的股票已经开始走强了，比特币也开始走强了。大家来看图，你们看币安链几乎已经是全线回血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面具人我判断这波下跌基本上到尾声了，因为这个熊起来呀，币安绝对是最熊的。如果说币安不熊了，那就证明市场真的就不熊了。炒币呀，心态一定要好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，比特币4万的时候一旦下跌你慌，比特币5万的时候一旦下跌你还慌。然而呢，不管是比特币4万还是5万，人家该赚钱的人还是赚钱。
你该亏钱的、该割肉的还是亏钱割肉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一路走来，从5月份的暴跌，从2月份我预测到了5月份的暴跌，从面具人的会员把 AXS、AVAX、平头哥 XA 把这些币买了以后，哪个不是翻了好几倍的赚，对吧？那 AVAX 已经赚了3倍了 ，AXS 已经赚了几十倍了，平头哥也赚了也赚了5、6倍了吧，对不对？甚至是6、7倍。大家来注意一下啊，这个第3大公链的争夺战啊，目前呢，索拉纳是14.1，雪崩是12.97，币安呢是18.9吧。雪崩链要超越索拉纳，几乎已经是定局了。索拉纳目前只有14.1，那雪崩已经接近13了，差距已经是非常细微了。更何况这个雪崩是后来居上啊！我在会员群也已经说了，今天可能是下跌的末尾了，所以呢，各位会员分2个计划，现价挂一点单入一点，然后呢，把你们的预期再调低一点啊，可以再往低看一点。然后就是这个企鹅币啊，前几天我说了。1.2甚至1.16啊，已经是最低点了。企鹅币的波段都会以1.2左右进行反弹，可能不会再低了。总之呢，企鹅币这个币很安全，它的审计报告显示出来，它没有任何中心化特权。然后呢，大家来看图，企鹅 PEFI 的官方推特已经发文声明了 ，IDO 和新游戏都会在12月上线，这2个是非常重要的大项目。不仅如此呢。明天呀，企鹅还会上线一个冰山活动。总之呢，好消息是越来越多，而且呢，企鹅的市值现在并不高啊。而且，雪崩链如果真的是要把企鹅作为明星项目打造的话，那企鹅真的就是雪崩链上的狗币了。反正面具人我是扔了几十万进去啊，你们可以考虑是否持有一些，好不好？咱们走着瞧嘛。我还是把话扔在这儿啊。跟我当时说 XAXS 雪崩平头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咱们走着瞧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啊，下周我找到的这个新项目就要上线了，大家可以选择加入我的会员，提前获取入场资格啊。投资不高，只需要100U左右，而且呢，对你炒币啊，平时赚钱都有非常大的帮助的，让你1个月赚上几百 U 还是可以的。嘿嘿，想要参与的，以及和我布局精准点位的，参加我的早期项目的面粉们，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哦，